为什么一个零门槛评分平台，第一个误伤的偏偏是诚意？我先问一个问题，同样是一群人自发的实名地给一部他们真心喜欢的剧打了高分，这件事在韩国，在欧美，系统会怎么看待它？他会把这群人记录为忠实观众，甚至当成口碑发酵的证据。可同样这群人，同样的动作，在我们这儿，一个刚上线的平台看了一眼，弹出3个字，数据异常，然后清分。其实想想，这事儿挺值得琢磨的。今天这期我不聊诚意的剧到底值几分，说实话那不是重点，也不该由我来评。我今天只想拆一个机制，为什么一个号称官方背书的评分平台，上线第一天，第一个被他误伤的，偏偏是顶流？行，事情是这样的。6月22号，上海电影节白玉兰那边官宣了一个新平台，叫金城评分。来头不小，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牵头，联合了腾讯、爱奇艺、优酷、芒果4大平台，定位你品品，全民打分加权威大数据。说白了，就是想做一个官方版的豆瓣，补上豆瓣那个容易被粉丝操控、太主观的短板。结果呢？上线第一天，电视剧榜前3名，刷，全被诚意去年那3部剧包了。富山海、长安24季、天地剑心全部开分破9，然后没过多久，官方判定数据异常，集体清分，天地剑心降到7，4，长安24季降到6，4，最狠的是富山海直接清零，踢出榜单。我读到这串数字的时候愣了几秒，不是因为分降了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串数字真正该被追问的根本不是诚意，是这个平台。一个号称要建立公信力的官方平台，上线第一天就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这本身才是新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把这颗洋葱一层一层剥开看。第一层，你能看到的是霸榜和清分。第二层，媒体没跟你说透的是这4个字，零门槛。什么叫零门槛？就是这个平台目前打分，你只要注册登录就能打，不需要任何证据证明你看过这部剧。它没有跟平台的真实观看记录做硬对接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一个1集没看过的人和一个2刷3刷的铁杆，在这个系统眼里打的那一分一模一样，没法区分。你说这设计它怎么可能不变成战场？这波设计说实话有点漏，支持的人冲进去打高分，反对的人冲进去打低分，谁都不用真看。这就是为什么连豆瓣的老用户都在底下说，这玩意儿别说取代豆瓣了，搞不好就是第2个被操控的豆瓣2。这里我得插一句啊，这部分逻辑是我个人的推断，平台后续如果出了更详细的风控说明，以官方为准。但有一点跑不掉，一个分不清看过和没看过的系统，它的风控就只能靠一件事，数量。谁打分的人多，密度高，时间集中，他就盯谁。而这恰恰就引出了最关键的第3层。真正的问题在哪儿？在这句话，诚意的粉丝说，他们是自发打分，实名认证登录的，只是因为粉丝基数太大，就被系统判成了水军。网上甚至还有一种说法，说粉丝实打实打了10分，系统最后只给记1分，这个细节我没法核实啊，听个意思就行。但你听我说，光是基数大就被判异常这一点就已经够扎心了。你换个角度想，一个粉丝愿意实名，愿意认证，愿意自己花时间进去打这1分，这在任何一个健康的评价体系里都是最高质量的那一票，对吧？可在一个只会数数量的系统眼里，1万个真心实意集中爆发的真票和1万条机器刷出来的注水，统计特征长得几乎一样，短时间、高密度、高度一致。算法读不懂真诚，它只读得懂异常。所以你看这个荒诞的地方，被这套机制误伤的，恰恰不是注水军团，而是最较真、最实名、最自发的那一批人。实力越强，越团结，在他眼里越像作弊。这哪是惩罚水军啊，这是把活粉的实力反过来当成了原罪。有人可能要问了，那别人呢？
其实迪丽热巴、杨紫、杨洋这些当红的，他们粉丝也都有集体打分啊。对，这就是问题，为什么偏偏先扫到诚意？我的判断是我先说清楚，这是我个人推测哈，很简单，因为顶流的粉丝密度就是高，盘子越大，集中爆发的时候，那个曲线越陡，在一个只会看曲线陡不陡的系统面前，你就越显眼。这不是诚意的问题，也不是他粉丝做错了什么，这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要替这个不成熟的机制先挨的那一刀，换谁站那个位置，结果都一样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你要真想看诚意的成绩到底虚不虚，根本不用看一个上线1天的榜，你去看《莲花楼》这部剧，豆瓣8.5霸榜将近10个月，站内评分也一直挂在高位，长尾效应到现在都还在。一部剧能火10个月，这种成绩是任何一个刚上线的平台，任何一次清分都动不了分毫的。时间这东西，它比算法诚实多了。行，包到第4层。这事儿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往大了说，这是中国影视评分20年都没解开的一个死结。豆瓣被说主观，被说能刷，猫眼、淘票票被说商业，分偏高，现在好不容易来个官方版的，想做权威，结果上线第1天就栽在不透明上。你发现没有，我们一直在换平台，但那个核心矛盾，怎么区分真实的热爱和人工的注水，从来没被真正解决过。而且这次还多了一层，金城是带着官方光环出生的，大众对他的要求本来就比普通商业平台高得多，所以你看，连大河报、河北长城网这些媒体都公开发评论了，其中有一句我念给你听，一句笼统的数据异常，不足以支撑断崖式降分、批量清榜的严苛操作。媒体那边的态度很清楚，维护公平可以，但不能建立在信息不透明之上。注意啊，这意味着这场风波里，舆论根本不是一边倒的。主流媒体站的这一侧是要求平台拿出证据，公开规则。这一点，我觉得诚意的粉丝心里可以踏实一点。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想拎出来，有媒体在评论里直接带了一个话题，叫诚意聚集真实热度，不受榜单影响。你品品这个态度，一个艺人真正的分量，从来不是一张榜单给的。榜单能清零，讨论清不掉；榜单能移榜，10个月的长尾移不掉。好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为什么同样一群忠实观众，在别处是口碑的证据，在这儿却成了数据异常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问题从来不在这群人身上，在那把还没学会怎么测量真实的尺子上。懂行的人会懂，一个连看过和没看过都分不清的系统，他读不懂什么叫真诚的热爱，他只会把最浓烈的那份当成最可疑的那份。被他误伤的不丢人，真正该交作业的是那把尺子。这个点你要是 get 到了，再看这场风波，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时间会证明谁经得起检验，而这一点，我赌他根本不需要一张刚上线的榜来盖章。那今天这期就到这，你怎么看这个零门槛的设计？评论区聊聊，咱们下期见。